四大行再创历史新高，全民资产荒究竟有多荒？谈股论金，看天看地，大家好，我是葛龙。今天我们聚焦一个越来越严重，对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构成确定的威胁，而且越来越令资产的配置方和金融的监管方进入囚徒博弈状态的大麻烦——全民资产荒。最近股市和国债两个市场的极端表现，把全民资产荒的真实情况与严重程度彻底暴露在了大众的眼前。先看股市，昨天是 A 股历史性的一刻啊！昨天工农中建交外加招商银行六大行的总市值达到了8.94万亿，一举超过了创业板全部1300多家上市公司8.92万亿市值的总和。这意味着什么？我简单的跟你算笔账，你就明白了。工商银行今年年内涨幅是43%，给沪指贡献了差不多28个点。农业银行今年涨幅是47%，贡献沪指差不多26个点。中国银行年内的涨幅是37%，贡献沪指差不多17个点。建设银行年内涨了43%，贡献沪指大约是1.26个点。仅仅四大行年内合计就给沪指贡献了71个点。也就是说，剔除四大行，脱水之后的上证指数实际上早已经跌破了2800点。与它对应的是2024年元旦至今，剔除今年上市新股后的差不多5300家上市公司，中位数的涨幅是负的28.04%，只有10.7%的大市值股票是上涨的。银行股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涨了快1年了啊，是无数资金抱团疯抢的对象。资金之所以对银行股，尤其是大银行股趋之若鹜，不是说这些公司的业务经营的有多么好，盈利能力有多么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市场上面能够同时满足股息率高而且持续分红，业务能够稳定经营，交易的流动性又好，这几大条件的标的公司实在太少，几乎所有大银行的股息率都接近5%，这在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和市场无风险收益率连续下行，各种资产四处暴雷的大环境里面，银行股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市场资金青睐中石油、中石化这些油气公司，追逐中移动、中国电讯、中国联通这些电讯运营商，中国移动甚至一度成为 A 股里面最高市值公司，都是同一个逻辑。银行、石油石化、电讯运营商恰好是这个市场里面股息率最高的几大行业。市场对这类资产的追逐已经走火入魔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一张过去1年银行业的股价走势和股息率的走势图，看到没有？过去8个月，随着银行业股价指数被扎堆的资金硬生生的推高了21%，同期银行业股息率下了112个 BP， 下降了17.7%。就这样，资金依然对银行股趋之若鹜。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大银行将要公布的中报业绩大概率会逊于市场预期，股价下杀一波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那么杀完了之后，资金还会接着买银行吗？会，一定会，因为资产荒啊！不买银行，你让他们去买什么？他们又能买什么？最关键的是，市场资金对国债的疯抢是在央行屡屡出手阻滞，甚至亲自下场去阻遏的情形下面发生的。市场资金对稳定资产的饥渴可见一斑。看完了股市，我们再来看看国债市场的疯狂，就像看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啊，那更精彩。你会对全民资产荒到了什么程度有更深的体会。今年年初以来，国债遭遇了疯抢，30年国债收益率向下突破了2.5%，创下了历史最低。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屡创新低。债券收益率和债券价格是反向关系啊，收益率越低，说明债券价格被推得越高，说明抢债券的资金越多。今年以来，30年期的国债都涨了12%了。股票型基金的涨幅比这个大的都没有几个。最关键的是，市场资金对国债的疯抢是在央行屡屡出手阻滞，甚至亲自下场去阻遏的情形下面发生的。市场资金对稳定资产的饥渴可见一斑。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张图，回顾一下这一轮央行亲自下场和市场资金之间的这轮博弈大战。今年4月初到5月末，央行主要通过例会、发布会、主管媒体等等多种渠道向市场喊话，提示偿债的利率风险。其表态从在经济回升过程中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逐步升级到防止利率过低、内卷式竞争加剧或者资金空转，物价进一步降低，陷入负循环，再进一步升级到
偿债收益率不会持续处于低位，投资者在再次高位接盘，未来遭受投资损失的风险很大，等等。但市场充耳不闻啊！以10年期国债活跃券为例，央行第一轮表态效果仅只持续了大概5个交易日，收益率上行了1.4个 BP， 此后出现加速下行，9个交易日下行了超过7个 BP。到了5月28号，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突破了央行2.3%的预期合意水平关口，央行随即表态，如若急剧风险较大，必要时会考虑卖出国债。在陆家嘴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也明确表明要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将国债买卖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既有买也有卖，但是仍然阻挡不了市场资金对偿债的追逐。到了6月28号，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下行到了2.2%，20个交易日下行了9个 BP。很显然啊，口头的劝解和警告没什么人听，资金还是在疯狂整活。进入7月份，央行从喊话果断转向行动。7月1号、7月5号，央行连续发布公告，说会通过一级市场无期限的借券的方式，在二级市场卖出，直接下场交易。出于避险的情绪，市场在6个交易日内上行了8.7个 BP， 但效果也仅维持了3天。3天之后，收益率再次下行。无奈之下，在7月13号，央行通过旗下的《金融时报》发文说，疯抢30年国债，不断压低长期利率，其实就是对我们经济的唱空，是做空中国经济。但是债市依然火爆，被逼到了墙角的央行在7月22号祭出了大杀器，全面降息，将1年期和5年期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到3.35%、3.55%，都创了有记录以来的新低。但就算如此，市场依旧桀骜不驯，偿债市场依然过热。到8月2号，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了2.13%，过去20个交易日下行幅度超过了16个 BP。在喊话降息都没有用的情况下面，到了8月份，央行动作再次升级，打出组合拳，直接对二级市场供需进行调节，并配合自律调查等其他手段。8月8号，巴掌直接呼到了农商行的脸上，点名4家苏南农商行、常州1家、苏州3家，并对其展开调查。在升级的监管组合调控下面，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终于转头，6个交易日大幅上行了12个 BP。但最近1周，随着利率上行至此前预期的央行合意区间，市场推测监管或许会转弱，做多的情绪再度升温。6个交易日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下行5.6个 BP 到2.18%。很显然，这场大战还没有结束。从机构实际交易结果来看，双方的博弈仍然在继续。很多人说他们疯狂买债了，就让他们买呗，有什么好阻挡的？事情当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市场疯狂抢国债，推低偿债的收益率，事实上等于压低市场的长期实际利率，等于倒逼央行降息。大家看看下面的数据图，就知道央行有多么为难。最新的中国银行业净息差只有1.54%，已经低于银行业1.59%的不良贷款率。央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降息空间，除非央行不在意银行业整体的行业风险。同时，如果再去看看中国、日本和美国30年国债收益率曲线，就会发现中国和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很快就要交叉了。中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美国低了168个 BP， 仅比日本高了0.27个百分点。日本7月份刚刚加息，如果中国继续降息，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一旦低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那么中国国内的资本和财富就会同时受到美国和日本的虹吸，资金大概率会加速出逃，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当然就会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一场金融资本和国家政策意志的博弈大战，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么市场资金为何要决然地站在央行的对立博弈面呢？和前面股市的资金疯狂扎堆银行股、石油股、电讯股是同一个原因，资产荒。在金融学里面啊，社会资产会被划分为风险资产和安全资产2大类。在一个正常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里面，风险资产会占到全社会资产品种的90%甚至更多，绝大多数社会资金都会被吸附或者锚定在风险资产上。但是在实体经济回报率和长期的社会无风险收益率都下行的大环境里面，天然逐利的社会资金会从楼市等风险资产退出来，少量的有一定收益率的安全资产，哪怕这个收益率没有多么性感，就会成为庞大的资金唯一追逐的对象。资产荒
也就成为必然。这也是为什么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被压低到接近2%，银行股的股息率已经被压低到已经不到5%，仍然被各路资金疯抢的根本原因。市场对这种博弈提出过很多解决办法诸如增强汇率弹性、降息、充实银行的拨备、政府信用扩张、增发超长期国债用于增加居民的收入、设立房地产和股市稳定基金等等，这些或多或少都能起到作用，但大概率治标不治本。资产荒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不乐观，资金放弃风险资产而追逐安全资产所致。换句话说，基金经理们疯抢安全资产没有错，央行出手干涉呢也没有错，在其位谋其政，各司其职而已。要解决这种囚徒博弈困境，根本的路径有且只有一条，3个字：搞经济。全社会心无旁骛，集中精力，一门心思搞经济。经济好了，预期自然改善，社会的风险偏好自然抬升，各路资金按自身的风险偏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所有的曾经的拥挤、逼仄、摩擦、局域都会烟消云散。看明白了吗？关键是经济。我是葛龙，关注我，做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的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的代价一定会更大。